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有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有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使人出现头晕、耳鸣、浑身没劲儿等症状。那平时该怎么改善呢？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。首先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两个肩膀向上抬起，抬到最高处再放下，这样耸肩练习50次。做完之后，再把双手呢放到两侧的颈部后面，然后上下的开始搓摩，也是搓50次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颈部堵塞，不仅能够恢复脑供血，还能够缓解耳鸣的问题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很大帮助。很多人对脑供血不足不太在意，但长期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起脑梗、中风等疾病，危害生命健康，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。除了上面这个方法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银杏叶泡水喝。银杏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大脑供血，对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也有帮助哦。一旦年纪大了，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身体健康和长寿的问题了。尤其是40岁以后，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衰退，很多疾病也随之而来。特别是男性朋友，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大，更要关注自己的身体。男人40岁以后，如果要有3个特征，说明你更加容易出现长寿。特征1：睡得好，睡得快。好的睡眠是长寿的必备良药。如果40岁后你的睡眠没有问题，睡得快，而且呢还没有多梦起夜的情况出现，说明身体素质还不错，这样有助增强免疫力，可以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，对长寿有帮助。特征2：排便顺畅。很多人到了中老年阶段，肠道消化功能会下降。如果40岁以后你还能够保证排便顺畅，说明消化系统功能还很好，身体也比较健康，寿命自然就会长了。特征3：少生气。大家都知道，很多疾病呢都跟生气有很大关系。如果40岁后你能够做到少生气，心态好，那么免疫力和抵抗力也会增加，这样寿命也会增长。除了木子呀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哎呀，不知道啊，我这嗓子总感觉有痰似的，还有点咳嗽。哎，那得多喝点水呀。我们都知道嗓子有痰、咳嗽不止是非常难受的，即使喝很多水也没有缓解。那不妨试试我们身上的化痰穴，每天按摩5分钟，帮你止咳平喘、清肺化痰。第一个穴位天突穴。天突穴在我们的脖子上，2个锁骨中间，胸骨上窝中央，具有宽胸理气、通利气道、镇咳平喘、祛痰等功效。按摩时用大拇指垂直按揉，按压时要避免力气过大，感觉酸胀为宜。经常按摩可以让咽喉的经络气血疏通，如果出现呼吸不畅、胸闷等情况，可以用拍打按摩法，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第2个穴位丰隆穴。丰隆穴属于足阳明胃经，有很好的除湿祛痰的效果。丰隆穴在外膝眼和外踝连线中点，距胫骨前缘2指宽，与中点平齐的位置。按压时会有疼痛感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按压1分钟，然后再顺时针按揉。丰隆穴是化痰穴，非常适合喉咙里很难咳出痰的人。长寿是人人都向往的，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吃嘛嘛香，更好的享受这个世界。其实想要长寿呢，很简单，我们身边就有世上最好的长寿药，你可能还不知道。第一个，走路。走路是最好的运动，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天坚持适当的走路，可以预防心脏病，改善骨质疏松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建议每天坚持6000步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第2个，睡觉。大家都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：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睡补。睡觉是天下第1大补。好的睡眠可以消除疲劳，使身体各个器官和功能得到休整，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养生方式。第3个，喝水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如果身体水分不足，就容易造成便秘、皮肤干燥等问题，而且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养成勤饮水的好习惯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上面这3种长寿药都是免费的，而且我们都轻易的。虽然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是各种疾病呢也随之而来。
在人们还没有弄明白三高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现在呢又出现了第4高，高尿酸。其实尿酸高多半呀都是吃出来的，所以不想尿酸升高，下面这3种食物最好别往嘴里放。第1种，海鲜类食物。虽然海鲜很好吃，但是尿酸高的人最好别吃，因为海鲜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嘌呤，会增加体内尿酸的含量，所以尿酸高的人最好就不要吃海鲜了。第2种，牛羊肉。其实牛羊肉也属于高嘌呤食物，而且呢，牛羊肉比较难消化，热量也很高。如果经常吃，会使体内的嘌呤代谢出现异常，从而导致尿酸升高。第3种，高汤。高汤一般是用猪骨、鸡骨等原料熬制出来的，高汤中含有很高的脂肪和嘌呤，而且呢是酸性的，不利于尿酸的排出，会加剧痛风的出现，所以建议尿酸高的人要少喝高汤。那尿酸高的人适合吃什么食物呢？可以多吃高钾质食物，如香蕉、西兰花等。钾质可以减少尿酸沉淀，有助尿酸排出。还有多喝水，也可以促进尿酸的代谢，帮助预防痛。很多人呢会有偶尔头晕、头痛的情况，认为这是一个小毛病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殊不知，很有可能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。脑供血不足有很多危害，那该如何预防呢？今天和大家分享2个简单的动作。动作1，敲头。敲打头部的时候要用我们手指的指肚敲，不要用指甲。先放松一下手腕，食指微微张开，用手指肚轻轻地敲打头部，从前往后敲打，敲打的速度自己掌握，每次敲打3到5分钟。敲打完之后会感觉头部很轻松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耸肩。耸肩动作也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2手臂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肩膀上提，坚持5秒钟再落下。每天早晚进行1次，每次3到5分钟。这样耸肩可以放松肩膀和颈部的肌肉，可以给血管提供驱动力，能很好的改善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除了这2个动作外呢，生活中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，比如适当的运动，多吃水果蔬菜，保持好的心情，这些都能够让你拥有一个好身体。男人45岁以后，身体各项机能开始下降，很多人会感觉到力不从心，这时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能力也逐渐下降，容易让疾病趁虚而入。那当男人过了45岁，若这2处没变粗，恭喜你，可能更易长寿。第1，腰围变粗。男人45岁以后很容易出现发福的情况，肚子不断变大，腰围也越来越粗。这时呢，就要小心疾病会找上你，因为过度肥胖会给身体带来很多危害，不利于长寿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，平时饮食保持清淡，多运动锻炼，保持体型。第2，脖子变粗。45岁以后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脖子，如果脖子变粗就要小心了。脖子过于粗大，很有可能会造成血液流通不畅，同时可能和淋巴肿大或者是其他疾病有关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男性过了45岁要多注意保养身体，平时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，并且多加的锻炼，对健康长寿有帮助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侃侃养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